各位朋友，你敢信吗？连金灿荣教授都看不下去了，中国网络上的这群蠢到无边无际的鸡血精医爱国贼来着。金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和伊朗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为啥要军援他呀？他说前天以色列和伊朗刚签完停火协议，就发生了互相攻击。川普看到后非常生气，对以色列尤为不满，他在记者面前甚至爆出了粗口，祭出了美国的国骂。川普真不想打大佬对他的整个战略不利。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伊朗失去了制空权，很被动，也不想再打。无论是川普还是伊朗都有真诚的愿望停火，但以色列似乎不想马上收手。内塔尼亚胡攻击伊朗有好几个目标：彻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发射装置，颠覆伊朗政权，摧毁伊朗对抵抗之呼的支持。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的目标一个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内塔尼亚胡未必甘心。再有，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国内就有一屁股屎，涉嫌一系列的贪腐问题，现在让他彻底停下来，他在国内的地位都有可能不稳。如果战争终止了，那么他一系列的问责就开始了。所以在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他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挑衅行动。川普看得很清楚，他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边都违反了停火协议，但主要障碍是以色列方面，所以他后来就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了，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伊朗。内塔尼亚胡则告诉川普，以色列将减少轰炸行动，但无法停止。以色列现在被宠坏了，毫无忌惮。联合国在他眼里就不是个事儿，美国的话他也不会完全听从。接下来就要看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怎么博弈了。内塔尼亚胡也是有手段的，可以对川普形成制约。以色列在美国有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控制着美国的政界，川普的一些把柄没准也在他们手上。从川普的角度看，他不给以色列防空导弹就行了。在冲突已经持续了10几天，以色列的弹药也没有那么富裕了，如果美国中断军事支持，以色列就麻烦了。从技术上来讲，川普也是有办法的，关键是他想不想下这个政治决心这些局势还有一些变数。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的冲突，川普真是赢麻了。他把伊朗的核设施一通炸，没有付出啥代价，反而是以和平者的姿态给两国上课。伊朗是不是还得谢谢他呀？以色列是不是还得把 B2 的路费给川普报了啊？这个世界太疯狂了，猫都给耗子当伴娘了。关于中国在这次中东危机的立场，我此前多次强调，我们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愿意通过外交手段和各方一道为冲突降温，但不会军事介入。这两天有不少网友给我发信息说，伊朗和中国唇亡齿寒，中国必须要用军事手段帮助伊朗。我完全不赞同这个观点。伊朗对中国来说重要又不重要，说它重要，因为它是中东地区的大国，是西亚、南亚、中亚的结合点，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说它不重要，因为它毕竟跟中国隔得挺远的。中国在中东地区真正的合作点其实是海湾国家和北非国家，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区，中国事实上已经退出来了。两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和中国的关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密切。至于网上最近炒作的伊朗与中国2021年签署的25年4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我了解到的情况，它只是备忘录，而不是真正的协议。我们还没有进行实际投资呢。为什么没有投资啊？主要原因还是伊朗有点犹豫。如果真的实施，伊朗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既然我们没花钱，那也没有什么可惜的。从能源的角度看，如果伊朗的局势极度恶化，甚至出现了一个亲西方的政权，它在政治上对我们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它也得赚钱吃饭呢，石油还得卖给我们呀。坦率的讲，伊朗现在真正的石油买家其实就是中国。从安全角度看，如果伊朗内部出现动荡，可能会对我国的西北安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整体可控。所以即便伊朗那里出了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让我感到恶心的是，西方媒体最近炒作美国对伊朗是否出兵将成为台海的预言我是坚决反对将这两件事强行关联的。台湾的问题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外人有什么资格掺和呀？从实力的角度来看，伊朗的军事力量无法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军事上的被动是必然的。但中国不一样，我们的购买力的平价 GDP 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业总量是美国的2倍，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0倍，军事能力方面，我们在亚洲排第一，全球仅次于美国，在近海可以追着美国打，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认为不要把台湾问题跟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强行连在一块儿，这两个问题完全是两个游戏，好吗？金灿荣教授，对吧？英雄所见略同。你看看本台和金灿荣教授观点几乎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些打了鸡血的那些精英爱国贼们，好好反省一下吧。那位说，我们难道就看着伊朗灭亡吗？伊朗混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是有原因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神棍比谁都自负。普京都说了当初他们要买我们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不至于如此，但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很烂，好吗？ Мы когда-то предлагали нашим иранским друзьям поработать в области системы ПВО. Ну, так большого интереса тогда партнеры не проявили, ну и все.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тором мы сказали,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там нет статей, связанных с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ой. Это второе. А третье, наши иранские друзья об этом и не просят. Так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чего обсуждать. 瞧见没说啥呀？他跟我协议里边又没有军事保护的条款，我凭什么救他呀？对呀，中国也是一样的呀，我凭什么救他呀？对吧？那些宁可让中国不长草，也得让神棍过得好的那些人，是不是精神病啊？是不是反贼的另一种体现啊？好吧，然后咱们看看现在伊朗能怎么办呢？前两天我给伊朗出了主意了，对吧？我作为油管的全球第一野生国师，我都告诉伊朗了，你赶快去抱中国的大腿，死死的抱住，买中国的全套的武器装备。然后你看伊朗的这个国防部长就跑到中国去了。那位说他现在临阵抱佛脚还管用吗？这咱就不知道了，看看伊朗得拿出点诚意来吧。然后呢，这个6月26号中国国防部举行了记者会有媒体提问
如果伊朗提出相关的请求，中方是不是会考虑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呢？发言人回应说，上合组织已对冲突表明了立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没说，对吧？那伊朗现在唯一的活路，那就是对中国这个进行彻底的反省和忏悔，然后呢求购中国的性能优异的红旗系列的防空导弹到先进的歼10 CE 的战机这是伊朗眼下最急需的硬通货。中国要看伊朗的态度，伊朗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呀，对吧？前几年的时候，中国建议伊朗合作升级战机，伊朗却半道变卦，找了别家，这种事儿多了，谁心里边都得打个疙瘩。还得看伊朗愿不愿意拿出诚意，是真打算放下投机的心思，跟中国搞点实在的合作还是执迷不悟，一条道走到黑呢？这咱们得观察，对吗，朋友们？点个订阅，下期再聊。